回到新闻大白话，那么这集要带您来看到的是美国总统川普呢，最近不是一直在课征关税吗？只不过他怎么课征好像都影响不了到大陆，反倒是让特斯拉受害了。我们先带你看到的是，川普说呢，他绝对不会在钢铝汽车关税上来做让步，尤其他宣布呢，对全球征收钢铝关税，引发加拿大跟欧盟制出了反制措施，但他也很强硬哦，他说我绝对不会让步，不论是钢铝或是汽车的关税。那么现在德国、日本、韩国全都躲不过。美国商业部长说，25%的汽车关税将全球来适用。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暗示，美国下个月初开征的汽车关税可能涵盖所有国家，包括日本跟德国。那么现在大陆发改委的专家就说了，已经降低对美国依赖，那么美国加关税其实影响呢对他们来讲并不大。大陆经济研究所的所长郭春丽怎么说呢？无论是从需求端或是超大规模市场，还是从供给端的完整产业体系来看，中国都具备强大的外贸发展韧性。尽管贸易战开打，但是中国大陆的经济预估要展现韧性了。那么彭博的报道，在本月的两会上呢，中国政府今年财政的预算赤字大概是在4%左右，在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经济成长目标大概是维持在5%左右。但是现在川普好像是害死了自己人，尤其是他的效率部的负责人马斯克。关税大战呢，特斯拉市井可能会有一些恶果。特斯拉坦言，即使美国积极实现供应链本地化，但是某些零件仍然很难，甚至不可能在美国境内来买到。话都讲得这么白了，即使他是川普的亲密盟友所领导的企业，也担心关税的潜在影响。那么现在特斯拉也发函来求救了吗？特斯拉致函给美国贸易的代表办公室，承认支持公平贸易的重要性，但希望 USTR 在纠正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的时候，也要想想美国的出口啊。希望川普不要无意间伤害到美国企业。特斯拉说可能会面临到的是报复性的关税，希望呢能够避免像先前贸易争端中出现一样的报复。这样的情况呢，导致特斯拉在那一些受到美国关税影响的国家市场旗下的电动车可能也会面临到更高的关税。那么现在路透社怎么报道了？他们说呢，特斯拉打算推更小型的一个 Model Y， 成本至少降了20%，希望捍卫在中国的市占。但是现在很多的车主不是都是因为这马斯克被攻击吗？那么为了避免被当攻击的对象，他们现在有个这个伪装游戏哦。你看 Cybertruck 后面直接写 Toyota， 甚至呢把特斯拉变成奥迪或者是变成 Honda， 就是希望呢不要受到这么多的无端的激进人士攻击。而我们带你看到的是，现在外资一造美股卖压，瑞银呢现在策略师敲响警钟了，逃命潮才刚开始。那么川普关税战，经济不稳定增加了，避险需求高，金价现在一度还破了$3000。国际金市随着美国发动贸易战，现在也紧急升级，股市下挫带动了黄金现货的价格创下了今年第13度的新高。那么现在加拿大也不想给美国好脸色看了吗？加拿大办 G7 会议，另类报复川普，用一个湿冷的小红毯迎接了美国国务卿卢比欧。G7 的会议在13号一连2天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举行，以美国最高外交首长身份出席的卢比欧，会议前一天搭飞机到魁北克，下来不是被贵宾的对待，而是一条又小又湿冷还有积水的小红毯。有人就说这是加拿大要给美国难看。那么现在加拿大新总理卡尼也上任了，强硬的表态绝对不会成为美国的一部分。那么也期许他的政府跟华府合作，促进两国利益。那么川普的家族财富现在发迹史，加媒报道始于加拿大一家妓院饭店。那么加拿大赴美机票预定跌到20%，美国旅游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了300亿。现在两国似乎已经到了一个势不两立的境界了吗？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韩明哥，你怎么看川普最近的这些动作呢？川普现在决定还是要对钢铝汽车这一轮课税，但是我一直觉得就是他这样做，就到最后只是让他跟他的盟友相处更加处不来。这些盟友大概一个一个会对川普更加反感，那也连带的会影响到美国其他产业。
那美国真的认为说，就是这些国家到最后都除了低头没有其他的选择吗？我真的觉得川普恐怕要仔细的去研究一下，你这样做下去的结果，到底会对美国带来是利益还是损失啊？我觉得他必须要仔细考虑清楚。那本来我们都以为正常的美国总统会怎么做？他应该是持续跟他的这一些欧洲跟美洲的这些盟友结合，大家一起起来，然后去围堵中国大陆。可是现在不是，他现在是无差别的，全世界一体对待。那帮自己树立了这么多敌人，老实讲，如果我是大陆，我大概会开心的要命，因为川普在我看来，就站在北京的立场来看的话，川普根本就是在自掘坟墓啊。所以对北京来说，他当然无所谓，老神在在。第一个，你要来见我，是不是不急，慢慢看。那第二个，你要征关税是，那我就回敬啊。那大家要来就来，反正对中国大陆来说，其实他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吗？川普正在建构一个很奇怪的方式，就是川普持续这样打下去之后，会变成全世界在围堵美国。因为川普去征欧洲的关税，欧洲也征他的关税；你征加拿大的关税，去征墨西哥的关税，墨西哥跟加拿大也回敬。那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国家都在帮着中国大陆一起跟美国进行关税战。那美国一个要打全部，美国真的有这个能耐吗？所以我觉得美国自己要去想清楚。那马斯克毕竟他的生意是直接受到影响，他的股价现在被腰斩。然后他的特斯拉的销量也每况愈下，所以这个都是摆在眼前的，他没有办法逃避的，所以他也想尽办法要度过这个难关。可是如果川普持续进行这样的政策的话，马斯克很难逃得掉。其实你知道吗？那天有媒体直接访问马斯克，问他说：“那你觉得你现在你的生意会不会受到影响啊？这样对你的企业未来发展如何？”你知道马斯克是长叹一声才开始讲话，他自己也担心了。他当然会担心啊，因为他的财富一下子缩水一半呢，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呢。所以我觉得对马斯克来讲，他现在也是骑虎难下。那他要离开效率部吗？你现在离开效率部，也未必你特斯拉这些东西就会回升哦。你待在川普身边，可能还能够影响川普一点。如果你不待在川普身边，恐怕他会变本加厉。这个都很难讲，所以他现在留在那边也不对，不留在那边也不对，所以其实很困难。那特斯拉说真的，你要去伪装成其他牌很难啦，好不好？那是不懂车的人才会被你伪装成功，好不好？你以为贴个汉达就变汉达，贴个你上就变你上，不可能啊！那一眼看，我刚第一个我还没看清楚的时候，我一眼看说，我说这怎么可能是 Toyota？ 这明明就是那个 Cybertruck， 所以真的不要再骗人。好，那我们来问一下姚老师，你又是怎么看呢？美国总统川普现在对于就是进口车，甚至包含来自于加拿大、墨西哥要课25%的关税哈，我觉得现在美国已经是整个国内的市场，所有的购车族或者是即将买车的人，形成一种就是恐慌，现在已经出现抢车潮，也就预期这个25%的关税转嫁到。你知道每一台车可能会多少？3000块美金。怎么分析呢？去年一整年，美国的汽车市场是1600万辆，哇，真的是相当不少。然后整个总额来到2250亿美元。它如果25%，好，包含加拿大、墨西哥也都课25%的话，那会造成大概整个美国的车市成本会增加到600亿，所以一平均下来，一台会多3000块美元。因为美国的车子有1/4是从加墨以外的，像是欧洲、像是德国、日本、韩国进口。美国不可以进中国车哈，那是已经100%的关税，甚至完全禁止的。然后呢，有剩下的3/4里面有40%是从加拿大、墨西哥进口到美国的。那再剩下的呢，它也一定是在加拿大、墨西哥、美国的3国的供应链当中来回这个运输几次，大概他们算过6次才能最后组装完成。所以这过程当中，你把它都加个25%，那是不得了的事情。而且呢，这会造成欧洲的影响。欧洲它大概利润会减少60亿，加拿大的这个就是说汽车工厂的人呢，会减少50万人的工作，一片哀鸿。但是真的可以帮助美国的汽车业因此增加设厂吗？那个成本一样，美国成本比加拿大、墨西哥比欧洲都要高。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川普一定可能最后还是在挣扎。我们来看他如果真的是这个磕下去的话，西方大乱，
因为车子是他们经济当中很重要的一一个环命脉。所以呢，如果西方乱，那政治也乱，然后呢，安全也乱，那基本上其实这个西方啊已经接近落幕。Rubio 出席的 G7， 你要知道，加拿大那个外长跟德国的外长，那都是马上搞不好下个月就要下台的人了。然后呢 ，Rubio 这里面就关键了，他里面说支持台湾，然后参与国际组织，同时呢批判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胁迫。过去在声明当中都会提到的一个中国政策，现在都不提了。所以现在完全就是不演了。大陆这边当然立即强烈的反批，可是呢，各位，他是代表川普政策吗？他代表西方政策吗？如果以前这样的话，我还也许可以这个研究一下。现在我跟你讲，绝对不是。Rubio 根本是小国务卿，这个人小才大用，他想要在 G7 上面做一些表现，但川普就不给他任何其他的工作，除了在中南美洲业务之外。所以，我们台湾这边赖清德一天到晚抓的 Rubio， 抓的 AIT， 美国的国务院，以为说你跟美国有直通的管道，但你能够到得了川普办公室吗？你想去吵架根本都不可能，你连川普办公室的人都这个管道你都进不去，所以台湾这边一定要谨慎再谨慎。那我们来问一下舰长，你又是怎么看最近川普的动作呢？我们看到这个加拿大果然是有仇报仇，然后以眼还眼啊！他竟然用这么小的一个红地毯，然后还放在水池那个水洼里面，让卢比欧那下机啊！其实这一定是故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想一想，我们搭飞机的经验，每个人搭飞机的经验，这么小一个空桥，飞机都能准准的靠在那边，那为什么他一定要去？在一个水塘旁边呢，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有关于加拿大它的一个改变，它已经不像之前的杜鲁道一样，就是试图的想要跟美国继续维持。当然后来我们看到的杜鲁道，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因为他发现了美国根本就不甩他。那但是呢，我们实际上来看，现在新任的加拿大的总理啊卡尼他是怎么说的？他在14日他宣誓就职的时候，他特别提了3项。第一个，他强调加拿大跟美国是截然不同的国家，意思就是你川普不要来吃豆腐，不要再说我们是51州了。第二个，他期待来自于美国的尊重，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不要再说我们是51州，而且他也不是杜鲁道，他不是州长啊。那第三个，他其实很希望的寻求跟川普政府的一个共同合作的机会，也就是无论是在石油啊，无论是在木材啊，或者是在肥料部分，这一些都是可以，都是以前都是这样合作的。不要再拿关税来大家互相威胁了。那至于中国大陆的部分呢，其实我们这样看啊，中国大陆早就已经进行了不多元化的进口。以大豆为例啊，以前我们看到的大豆大部分从美国进口，可是我们看到去年的状况就不是这样了。去年的状况其实从美国进口这边大概不到25%，大部分是由巴西进口。那这个也就是等于是说，它不但的让他们的进口提升了它所谓的韧性。韧性不是只有台湾会讲，不是只有美国会讲，中国大陆也具有韧性啊。它早就已经做好这样的一个进口替代的一个准备。然后它从巴西进口，而且跟巴西建构了更好的一个外交关系啊。那所以我们这样讲任何事也就是为与不为，看你准备好了没有。也就是中国大陆早就知道，川普当选就是这种不断的加征关税的状况，所以他方方面面就准备好。虽然我们看到他在今年的前两个月，他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开工率状况并不是太好，但是只下跌了0.5%。请这一些国内外的专家不要再
背后插刀说，哎呀，中国大陆多萧条，没有，只有0.5而已。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那么这次要带大家来谈谈乌俄战争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画下句点呢？那么现在呢，川普很致力于推动乌俄战争的停止，只不过他说与普京的通话富有成效，有望结束这俄乌战争。他说我们昨天进行了非常良好而且富有成效的讨论，有非常好的机会得以结束这场可怕血腥的战争。但是川普曝光美国、俄罗斯讨论的强烈请求，普京饶过被包围的乌军性命。川普就说了，但是在这个非常的时刻，数千名的乌克兰士兵被俄罗斯军队给包围了，处于一个非常糟糕跟脆弱的境地。天空新闻就报道了，川普在这个地方提到的乌军可能是在俄罗斯的库斯克州这个地方，当地的俄军一直向乌军来发动攻击。那么现在也回应川普敦促饶了受困乌军一命，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说放下武器就保全你的性命。但是呢，了解到就是川普发出的呼吁，善待在库斯科州被俄军包围的乌克兰士兵，只要乌军士兵放下武器投降，那么普京就说了，俄方保证他们生命安全，根据国际法跟俄罗斯的法律得到应有的对待。只不过这是不是下马威呢？因为呢，这个美国特使干等了8个小时才进到了克里姆林宫，所以是不是俄罗斯也不是完全买单美国呢？普京一个动作释出的讯息是，我才是这里的老大。天空新闻指出，威科夫在13号的午餐时间抵达莫斯科，无所事事等了8个小时才被请进去了克里姆林宫。普京不喜欢被逼到绝境或受人指使，特别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天空新闻就说了，这像是在向美国传递讯息，我才是老大，我制定的时间表，我不对任何人有任何的义务，所以我也不听从是谁的。那么现在普京不喜欢就换，因俄罗斯的要求，川普就换了一个俄罗斯乌克兰的特使。那么普京跟美国特使谈到半夜，但是结果怎么样呢？都没有公布，也没有透露说是不是有具体的协议。NBC 就报道了，那么川普已经决定撤回自己任命的俄乌问题特别代表凯洛格，也就是他。这个决定似乎是呼应了俄罗斯的要求。克里姆林宫呢，对于凯洛格的立场非常的不满，认为他过度亲乌克兰，因此在近期沙烏地阿拉伯的和谈当中呢，他被排除在外。俄罗斯的官员透露呢，凯洛格就不是他们偏好的谈判人选。那现在乌俄战争要结束，是不是乌克兰他们要投降了呢？在过去的24小时，乌守军跟俄罗斯军队发生了146次的战斗，其中1/3的冲突都发生在红军城。美国媒体报道，乌克兰已经耗尽了美国提供的 ATACMS 的远程导弹。报道引述一位不愿意公开的美国官员的身份，还有乌克兰国防委员会的一名议员的消息指出，导弹已经用完了。这个凸显了乌克兰在战场上武器短缺的问题，也让美国为乌克兰当前的军事合作留下了一些变数。乌克兰的外长呢直接说，乌克兰已经开始组建停火监督小组。央视的报道，乌克兰的外长就透露了，那么由于这可能用于监督可能停火的状况，所以这个小组现在是已经快要来进行了。那么现在普京敦促乌克兰承认俄罗斯占领的地区，限制军队规模，尽快大选。普京呼吁乌克兰要赶快承认俄罗斯并入的这个东部4州，还有南部的克里米亚半岛，还包括了当地撤军，承诺乌克兰永不加入北约，甚至要求乌克兰日后的军队规模保护俄语母语在乌克兰的基本权利，还要尽快举行大选，取代现任的总统泽伦斯基。只不过乌俄这边状况很多，包括北约现在难道也分崩离析了吗？北约同盟精神联演，强化欧陆防御的能量。美军2月下旬携手了12国的北约盟邦，在德国南部举行的同盟精神25大规模的地面联演，透过高强度的实兵对抗演练，提升各国作业的互通性，强化欧陆的防卫力量。
但是你可以看到，北约必须要公平对待美国。川普说，如果他们不付钱，我们就不会参与。你们不付钱，就是想要债务拖欠着。那么现在不买 F-35汰换 F-16战机，都是因为川普。现在有北约盟友开第一枪了，这是谁？这是葡萄牙的空军。他们现在说了，原本要采购 F-35的战机，但是现在呢，他们被问到是否采纳这样的建议的时候，他说，在选择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地缘政治的环境。但是美国最近呢，在北约的背景立场之下，迫使我们思考最佳选项，因为盟友的可预测性是需要列入考虑的最大资产。就连法国专家都说了，欧洲不应该再对北约抱有任何的幻想，因为对川普来讲，欧盟就是一个敌人。他认为跟俄罗斯做生意，可能对他来讲还比较有利。那我们想问一下韩明哥，你怎么看？川普真的有望可以结束这场乌俄战争吗？当然有望啊，就是你只要答应普丁的条件，他就结束战争了。但是问题，这个条件，乌克兰愿意吞下去吗？能吞下去吗？这个才是整个问题的关键。那川普本来跟乌克兰谈好了，说乌克兰说 OK 啊，我们来停火啊。可是问题是，普丁告诉你我不急啊。为什么不急？因为我现在在战场上正顺手啊，库斯克那边已经陷入我的包围当中了，我当然要把你全部吃掉，对不对？然后我要让我在战场上取得最佳有利位置之后，我再来跟你谈停火，然后逼得你乌克兰把所有的条件全部都吞下去，这就是普丁想要了。那问题是，现在不急的是普丁啊，那急的是谁？急的是泽伦斯基啊。所以怎么办呢？就只好等到普丁满意为止啊。那美国看起来也不会再给乌克兰更多的这些相关的援助，所以泽伦斯基现在别无选择，大概。我们本来早就劝他赶快把库斯克的人撤出来，可是他为了政治上面的原因，而且他幻想可以未来拿来当做谈判的筹码，所以他一直不愿意撤。现在大概不用撤了，因为已经出不去了，来不及了。对，所以那个川普有帮这些士兵求饶啊，就普丁就直接告诉你投降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形势已经非常明显。前2天还有人故意在那边讲说俄罗斯透过那个之前那个天然气的管道，然后冲过来就全部被乌军歼灭。他全部被乌军歼灭，怎么现在看起来是乌军要被歼灭的样子？所以我真的觉得台湾很多媒体真的不要乱放假消息啊。那至于说普丁故意让美国特使等8个小时，这是普丁惯常用的招数啊。他以前让安倍晋三等3个小时过，你知道吗？他常常就这样故意耍大牌，我就慢慢模拟。其实这是普丁的惯用的谈判技巧跟战术。我觉得就是耗你的耐性。然后让你觉得我才是整个事件的操纵者，这是普丁做事情的惯例。所以如果沉不住气，就没有办法跟普丁谈。那现在整个状况就是非常非常的明显。我觉得大概乌克兰很难落得什么好下场。泽伦斯基还是想想自己要跑路去哪里。那杨老师，你又是怎么看呢？现在乌克兰他是把停火协议跟讨论长期的解决方案分开。他说先停火，我觉得这个停火30日一定是乌克兰的提案，然后呢，美国的谈判者 Rubio 跟那个就是国安顾问没有经验，就接受了。那川普也没得选择，但是你接受这个30天的谈判，你到底是准备停火之后要准备停战，还是停火之后要准备备战？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乌克兰跟俄罗斯口头上讲的都是我们希望能够有停火之后跟这个各方讨论长期的解决方案，但事实上不是如此的，因为普丁现在是很清楚的，他跟这个美国的代表就谈到说，他认为停火跟就是长期解决的方案，我们不要讲和平协议了，就长期解决的方案是一起的，而这里面一定要包含乌克兰要接受克里米亚，还有现在俄罗斯占领的4个区域，那就是顿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还有扎波罗热。那虽然不是全部的4州，但是目前的占领线长达大概超过600到700英里的这个占领线呢，其实要能够得到乌克兰的接受，国际上的这个接受，这个乌克兰就拒绝了。所以现在你看到的，在库斯克，俄罗斯已经拿回来乌克兰原来占领的86%，那几乎已经就是俄罗斯大部分要拿回来。所以我觉得现在在库斯克的乌克兰的军队
最好的方式就是放下武器，好，然后呢，因为你不需要投降，你说这不是投降，这是接受停火，那当然可能俄罗斯会控制，但是否则总是比你自己要继续战斗被歼灭好。至于说在乌克兰境内的层面呢，我觉得美国自己要想办法，因为美国的当初的提案的2个东西大家可能不知道，因为30天停火，可是要在同时的空中、海上还有前线同时停火，然后呢，美国愿意组织监督和查核的机构，他说他会跟欧洲一起合作，欧洲突然愣住了，你从来没有跟我谈过这一块，那欧洲也很高兴，如果能够去参与到这个监督跟查核，那这个安全也许就欧洲能够参与。可是呢，显然俄罗斯拒绝，因为他现在是在地面上占优势的，这个还有的谈。不过我觉得基本上，普丁愿意接受这个停火的这个大方向也就是大概怎么样把双方这个落差往中间去靠，然后呢，美国的角色就很关键，这个时候谈判者就很重要。那最后呢，还是要川普自己来做这个确认的。那舰长，你又是怎么看呢？乌克兰可能想都没想到啊，他当初拒绝了俄罗斯的天然气继续供应给东欧以及中欧部分的国家。那他拒绝这件事，他觉得他掌握了经济的主动权，但是没想到那一个天然气管其实反而变成了特战部队进攻的一个路径。那现在资料越来越充足的情况之下，我们得知他们是先把里面的天然气先全部抽干，那抽光之后呢，他们再先派300人进去。那派300人进去的时候，他们其实有带一些气瓶有带面罩进去，因为避免部分残余的气体。然后等到他们进入了苏甲地区的时候，先进入了300人，后面跟了500人。所以我们看到的，也就是3月10号的时候，其实他们还占有这么样的一个区域，但是之后为什么这边这么快速的被截断呢？截断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出其不意的部队在苏甲出现。那苏甲其实是他们的乌克兰重要的指挥中心。其实大家都在讲了，当他跟其他的盟友在交手的时候，我个人最喜欢看的就是他跟加拿大的交手。原因是因为你在看加拿大跟他所有的应对，你会觉得说那这个叫做知彼知彼，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知道你在意什么，我就是能够给你什么。好，比如说来加拿大现在办 G7 会议，你有看过这么小的红地毯吗？这个也差不多，就是你知道挡水洼的啦，对不对？进门的啦，都比这个大。我跟你讲，百货公司的毯子都比这个大。来，这个呢是什么？这一位就是 Rubio， 他是美国的国务卿。走下飞机的时候，本来以为会有很长的红地毯迎接他，没有，有人迎接他，但是呢，人比较少之外，红地毯通通是湿的一小片，然后积水面积比地毯还要来大，有没有？旁边这边都是积水，大家就在讲了，说取消关税吧，取消关税我就给你长长的美毯原因是因为现在呢，美国跟加拿大之间以前是最好的兄弟、最好的朋友，甚至有人说加拿大就像他们家的邻居隔壁一样，借油借米什么都行。现在已经大不相同了。来，因为呢，跟华盛顿现在关系就是紧张，甚至连国安、连武器都开始在考虑。这加拿大国防部长他们说了，我们在找适合的武器，譬如说 F-35，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如果跟他买的话，最后他会不会又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要，那个不要？我们在找潜在的替代品。另一个部分是什么？是他们现在也选出了一个新的总理了，因为先前杜鲁道不是气到他决定辞总理嘛，辞了之后发现，当他讲话很强硬的时候，反而民意会升高啦。现在新来的这一位是一位非常有名的银行家经济家，来，现在当加拿大总理，他讲了，绝对不会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他教我多少？我绝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而且呢，加拿大人据说啊，现在开始有个传闻说，其实啊，他们川普家族的第一桶金，也就是川普的阿公，他是从德国移民到加拿大，然后是在这边经营餐厅，据说还可能有一些就是关于特种行业等等等，反正他们就说你在这里起家的啦，你怎么会在加拿大起家？现在还想并吞加拿大，批他根本就是忘恩负义。其实呢，不是只有加拿大被盯上，欧洲现在也被盯上了，而且呢，真的都是拿他最在意的来开刀。来，目前呢，葡萄酒、香槟酒之后，包括了奶酪，有可能也会被美国的关税给锁定。给你一个数字，法国的海关数字显示，2024年法国向美国出口价值3.42亿欧元的乳制品，是他们第2大类的农业食品。另一个部分是什么？另一个部分呢，是包括了酒的这个部分。好，原因是因为酒商现在就很生气了，就讲说我们现在欧盟在跟他对尬的时候，你不能全部都是忘记啊，你就把我们直接丢到前面去，让美国宰杀嘛。那我们也要提高他们的关税啊，彼此要有来有往，才能够不要让我们变成了牺牲者。所以现在呢，大家开始在讲一种氛围，叫做集体反击。好，包括了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开始要集体反击川普。墨西哥的部分呢，则说他们现在处于的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好，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墨西哥先前不是已经开始有释出一些善意吗？告诉你说啊，我其实呢也跟中方课了很高的关税，我都学你的。那个时候川普还很高兴，像他们的总统就直接讲啦，说必要的时候我们也是会捍卫自己的权利，保护我们企业的利益。就因为现在川普很常拿盟友开刀，所以除了关税上面全面宣战之外，他其实每个国家都开始在想，会不会我跟他买东西，最后他不愿意给我，所以葡萄牙现在也开始在思考了。同样是北约，但问题是呢，我战斗机要不要买 F-35，现在有变数了。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他会给我什么，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突然之间双子嘛，一系又翻盘，又开始给我冲康，大家心里面会怕怕的。华尔街现在就很直白的讲啦，说你不是说要帮我们振兴华尔街吗？怎么搞得我现在股市上上下下，气坏了？你现在的作为叫做让中国再次伟大。毕竟呢，其实市场上面有一些讲法，比如说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的那个 Seven 哈，那个非常大的7姐妹，现在呢很惨哦。你现在去看看他们的股价，真的还蛮惨的，而且还不知道还会不会再跌。但是相对的，对于中概股来说，有一个 Make China Greater Future 好 MCGF 那10只股票，现在却是在往上走。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你去看陆股嘛，陆股现在其实也是持续往上的。那一个呢，就是有没有可能中方已经开始从被低估开始回到他们的重新认知，股价要重新定义。华尔街的这些股票的操作的这些人员、金融业者开始很生气了，外资呢也出现了卖压，所以瑞银这边就开始在讲，有可能哦会有逃命潮哦，而且呢，当资金热钱涌到另一个市场的时候，哇，美国股市一直都被讲是不是被高估了？现在在进行修正，修正到什么程度，杀到什么程度，其实也会影响到川普他的本身选票。来请教一下帅将军，您会怎么样来看？特别是外交看门面跟场面，给他的这个红地毯，还不如不要给，给了反而是一种无形的羞辱。这就是故意摆出这个姿态给你看嘛，就是不爽，对你就是不爽，不要还比较好一点。而且放出来的话多难听呢！你祖父当年到加拿大是开窑子的，那俱乐部里面有女生的单人房间，提供单身男人，那干嘛？那不是开窑子吗？这是讲的讲的比较婉转了，连这个话都说出来了，对不对？那加拿大的气氛是什么？当你这么多年的亲兄弟，你美国每次打仗，我加拿大派人去，你最近加州失火，我还派救火机去，对不对？你怎么反脸无情到这个程度呢？对不对？所以加拿大火，其实欧盟火不火？俄乌战争里面搞的，你反了一辈子的俄罗斯，你居然跟他两个眉来眼去的，好像最好的朋友，把欧洲的这个保护伞要车不车的，乌克兰要死不死的，我现在只问，今天美国唯一的朋友大概就是赖清德了吧？没有嘞，真找不到嘞。每个国家都被他剥削一层，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关税
之乱只是一个起头。我最担心这件什么事呢？其实马斯克跟川普他们的原始的想法，我非常认同。美国这个百年大国里面已经腐朽不堪了。从马斯克抖出来的资料，那简直是很糟糕的一个国家。因为就是国家烂，所以在对外战争搞得世界大乱。那问题，你的改革要能成功的话，美国会真的 great again。但是川普面临一个中国古老的问题：皇帝没儿子。你知道古时候皇帝没儿子很紧张的，你知道吗？那川普有没有接班人？后继无人看不出来。马斯克如果能够接班，也许这改革能做下去，说不定有很好的成果。马斯克现在已经岌岌可危啊，就差点没挨一枪啊，那个企业已经被打得一塌糊涂。川普现在只剩3年半了，3年半你这个政策能推续下去吗？可是关税打击的负面影响现在已经出来了，陆陆续续都要爆开来了。股市第一个先垮嘛，对不对？第二个通货膨胀蓄势待发嘛。第三个教育机关被弄了嘛，你的科技作战的原创力，学校教育的原创力就慢慢比不过中国了嘛。军武科技国防没有钱嘛，也会衰嘛。所以东升西降问题现在苗头都看出来了。每一个友盟国家都偷偷摸摸在另外找结盟了嘛。所以这个大势所趋，你川普能熬得过去吗？你熬下去了，你接班有人吗？因为川普不可能连任。那我现在在共和党里面看不出一个有气魄、有能力可以接他的。好，没人接的时候，民主党的反扑，反扑回来又要把你所有东西再改掉。一个国家能经得起这样折腾吗？绝对折腾不了。所以我就用最古老的看法：皇帝没儿子啊，接班无人，这才是美国你这个改革任务的接班人没有，没有就是什么轮替，什么轮替？什么东西都颠倒过来，你颠倒今天的拜登，明天就民主党的候选人颠倒你，那天下大乱不说，美国更会大乱，是有没有内战可能都有。所以就是那个不安的氛围，不是只是在国际间、金融间，还包括它美国的内部空间里面，其实大家都有感受到那个不安感。但想要请教一下大钟老师，原因是因为呢，其实对于美国来说，可能他们自己的人，我知道是美国社会当中，他们现在也有个氛围啦，就是说他们真的没想到会跟加拿大闹成这样，也没想到加拿大现在会这样对 Rubio。以前美国跟加拿大基本上，即便有摩擦，怎么可能搞到今天这副德性？不可能的，而且几乎是边界不设防啊。对，防空上面还有北美防空司令部等等等等。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川普的动作实在太大，而且刚刚讲不分亲疏所以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自由党新党魁现在成为首相卡尼，他基本上在党内角逐党魁的时候就以强硬著称，因为名气可用啊。加拿大同仇敌忾，而且是各个州各个省，加拿大不管你是自由党、保守党，大部分都主张要强硬对付川普，对，要讲清楚、说明白，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美国的一个部分，成为美国新的一州。这是加拿大。欧洲的状况好不到哪去。我们看欧洲现在因为川普的各式各样的敲打、关税战，再加上对欧洲防卫能力的不足的这种削弱，基本上欧洲现在蛮凝聚的。怎么说？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川普一开始钢铝就打到欧洲，而且没有豁免。没有任何的优惠措施，就是25%。所以欧盟在前一阵子不是有280亿美金，也是对美国进口的商品，也是开始对等式的一个反击或是报复制裁。那这里面也包括很多东西，包括威士忌等等等等，50%。这时候川普不高兴啊，川普说你竟然敢。那现在他就说红酒、香槟200%，就变成是相互的一个叫价跟校正。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为什么是要挑欧盟？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对美国来说，川普是讲究公不公平、赤字、平不平等。2023年这个欧盟对美国的这个商品的这个顺差是1500亿美金，服务业的这个商品的这个顺差是1000亿美金啊，所以这个本来就是川普所盯的一个对象，只不过并没有人想得到是居然对欧盟来得又凶又猛又快。因为当你对欧盟采取这种激烈手段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都会变了套，对，包括俄乌战争，包括过去美国还是在拜登任内还是想办法把欧盟拉到自己身边
来去对付中国大陆。那现在这一招比较不灵啊，因为欧洲跟美国开始有个新的裂痕，美国也不是那么在讲究价值观、人权理念的那个美国了，已经是全新面目的川普。所以这要考验川普的一个政策，因为他的政策又快又急又凶，而且反复。1个礼拜之内的讯息就变好多，你要去记它的数字，一下取消，睡一个晚上出来可能就不一样，完全不同了，也考验大家这个记忆力，或者一睡醒之后又怎么有新的变化，而且很多时候是先透过社群媒体才出来，白宫才证实，其实搞不清楚。现在要考验川普这些政策的效果，对于美国，尤其是他的核心支持者能不能够抵抗。能不能够承受？即便川普打了这么多预防针，但假设哪一天物价大幅上涨，因为消费者承受，他的这个支持度在国内就会慢慢的下降，这是他的最大隐忧，考验他的核心支持者的忠诚的程度。是好，可是对欧洲来讲，有一点趁我病要我命啊！我经济就已经在很需要努力救援了，要开始复苏了。结果你现在又再给我这一锤，请教一下严老师。我觉得欧洲的国家啊，当然特别像法国，你今天去斟他的这些酒啊，那川普的想法大概是这些酒都是你们这些华盛顿这些高级分子要吃。其实美国的葡萄酒很多，但美国的葡萄酒的特色是什么？全部都是品质管制一样的味道的。法国的葡萄酒，哪一个年份有不一样啊？什么就是有那种惊喜。那这个都是高级分子才会去享受啊。普通美国人就是哎呀，反正加州的白酒也好，红酒也好，同一个味道，大家就这样子喝。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打的，这是打欧洲是有效的。但是你其他一些东西去打欧洲是没道理。然后最主要是你让欧洲国家对你没有信心，特别是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F-35也是一样哦，到时候我买了都被你控制，说我什么不能用，对不对？大家现在对你完全没有信心。那川普这一个所谓的单边主义也好只相信他1对1的谈判，不相信所有的多边的这种机制。那我觉得欧盟就觉得说，那我根本没有办法，我只能全部结合，甚至所有的美国以外的势力一同来讨论这项问题，包括加拿大，包括墨西哥，未来还有可能中国都会进来，都不知道。因为美国过去说在冷战期间是2极对立，对不对？美苏2个集团。那可是完了以后，美国是独一的霸权。可是那个时候的独一霸权确实第一个冷战结束之后没有其他的挑战，中国根本还没有崛起。可是现在不一样，你现在美国在整个国际的经济的比例已经比以前低了很多了，所以你在玩这个老大的时候你也已经忘记你已经地盘少了很多，那你应该要稍微注意一下。可是川普的思维还是过去的思维，觉得美国好像大家都欠美国，美国以前真的是很大，大到一个地步，没一个国家敢忽视。可是现在的市场已经慢慢有这个全球南方的崛起，中国的崛起，美国市场固然很重要，但已经不是必然一定没有美国就活不下来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川普的一个误判那包括对欧洲的国家也是，虽然你是拿到了很多的这个，就是被别的国家赚了很多的外汇，你说你的贸易逆差，可是你只要把美金一印，你又赚回来了，对不对？所以其实美国从来没有吃亏过。但是川普就是这一点，我觉得他在经济学上很多的想法其实不是，对不起，我要批评一下，他虽然是常春藤名校毕业的，他的这个老师大概看到他的对经济学的表现，大概也会摇摇头，觉得说像那个尹锡悦的中学老师一样，他不是我们这里毕业的。已经开始会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些讲法或者是言论了哈。原因是因为呢，其实现在所谓的疑川，也就是怀疑川普这么一件事情，不是只有在欧洲，又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加拿大，还出现在哪里？现在这个竟然是菲律宾啊！菲律宾先前不是跟美国很好吗？也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现在呢，一向跟美国很友好的菲律宾，竟然传出要他滚出去啊！为什么？当然就是因为现在他们内部其实有2派的势力正在所谓的针锋相对。原因是因为小马可是他把这个杜特地给交出去了。杜特地目前人在荷兰的海牙，首度出庭的时候呢，律师讲说他是被绑架到海牙的，而且坐飞机的过程当中有
画面流出来，说呢他咳嗽啊，然后呢现在好像不是很舒服。他律师说他是生重病啦，而且呢他是非常令人衰弱的医疗问题，但是已经没有在说他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那基本上呢，他们的讲法就是，其实杜特地算是小马可仕的恩人呐、他的爸爸被通缉之后呢，是杜特地去帮忙啊。那个时候呢，其实选总统，杜特地不是也挺你吗？原因是因为他们两边就是政治世家的结合嘛。他女儿现在还是副总统。好，不管怎么样说，目前呢，杜特地有要求女儿呢立刻返回菲律宾。过往来说呢，要萨拉立刻回到菲律宾，永远不要离开。原因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现在这个名气在过往来说，可能会让杜特地在离任左右，那个时候支持率大概7、8成吧，好像有可能会更高哦。因为呢，现在菲律宾爆发了一个大规模的反美抗议浪潮，马尼拉街头呢说看到了不一样的景象，有人甚至高喊美军滚出去，马可仕下台，甚至还造成了军民冲突。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在呢，在内部他们开始有这么样一个声音，小马可仕上台之后呢，他们开始让美国使用基地，一下子多到总数达到9个，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有给他多开了5个嘛。那好，现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们就想问，到底美国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有没有可能我们被卷入大国对抗，变成乌克兰变成另一个代理战场？另一件事情呢是，他们那边当地有一座桥塌了，突然之间呢才刚刚盖好，怎么会塌？好，另一个讲法就说，你看。有钱给美军建基地，没钱给我们修好桥，好造成有人受伤。反正现在呢，这真的是对于美国出现了一些怀疑的声浪。南华早报就特别讲啦，说他们现在正在希望能够摆脱美国的依赖，但是真的有办法吗？这个打一个问号。另一个地点是什么？是乌克兰。原因是因为现在呢，好像。就像川普说的，没牌了嘛啊！目前库斯克乌军必须要往后撤，原因是因为现在呢，就是苏甲已经被拿下了，而且呢还说里面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放过他，川普还跳出来帮忙求饶，普京呢竟然跟他讲说，那你投降啊，投降就可以活了。可是呢，川普现在想要帮忙瞧，你还在那个位置的高度上吗？因为他派了一个特使去。被人家放在外面8个小时进不去，中午就到了，然后被等了8个小时才进到了克里姆林宫。人家就讲啊，普京这个就是告诉你说，我才是老大，我说了算。另一件事情呢，则是当他回到了美国路上的时候，他有带了一张纸，里面就是普京他的要求嘛，然后也传出普京不喜欢那个特使，说那个特使呢跟乌克兰比较好。川普现在马上就开始说，也可以换啊，他们也考虑要来撤换特使，所以大家就开始在说，现在到底谁是老大，谁说了算呢？美国跟乌克兰本来讲好了要签这个矿产协议，目前说还没有真的签，原因是因为内容还有问题，可是。一再的反复，让基辅现在也传出了不同的声浪。有这一位五角大厦前顾问就讲了，基辅这些不满的声音有可能会反而暗杀川普，甚至直接讲美国里面有乌克兰的特工存在。所以是不是真的未来美乌之间的关系会生变呢？欧盟现在呢要大家开始自己站起来了哈，今年开始军援乌克兰1.4兆元，大家都把钱拿出来，原因是因为你怎么知道下一个不是你呢？所以现在有欧洲5个国家，他们要在前线这一边放更多的武器，包括了波罗的海3小国，包括了芬兰、波兰这个都是临接的。他们就讲了，他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力气放在前沿，要的就是自己来抵抗俄军了。回过头想请教一下帅将军，您想要怎么看？原因是因为杜特地现在在海牙，那律师直接讲说他是被绑架去的，但菲律宾内部其实有不同声音了。菲律宾一般来讲，南部是比较穷困的地方。杜特地的做起是因为那边毒贩太嚣张，所以他采取了非常超过警力的范围之外取缔了。但是你国际法庭拿这个违反消灭人种类的这种条款是起诉不了他的。是，但是杜特地为什么要愿意去呢？他就制造国内里面拥护杜特地的声音出来。但是菲律宾我谅解这个国家，他的高层跟美国亲得很，所以他能不能反，要看2年以后的选举。但这个热忱能不能维持到2年，值得商榷。但是菲律宾会乱，菲律宾其实很穷，那个
我年纪小的时候，菲律宾是东南亚最有钱的。对对对，等到我在国防部去看他，那时候也是穷得要命，完全靠菲佣赚的钱来支持他的国家。我去的时候，武官要请我吃饭，结果他被他的解雇的司机抢劫。你说菲律宾这种当场吗？不是前一天啊。对，所以这个国家我跟你讲是很乱。回来后看俄乌战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普丁是说，停火协议是达不成永久安全的。对，我们根据战史来，停火是1天之内就可以被撕破的。所以历史上停火协定得不到什么安全保障。俄罗斯要的就是说一个天然的疆界，或者你承认所有我的条件，不能加入北约，解散你的武力，不能养军队啊，你这些答应我才同意。乌克兰呢，因为泽连斯基得到欧洲一点资源，12个领袖给他温暖，而且美国又开放了天空的情报，他就希望还再打一下。他打的目的也是收复不了失土，但他打的目标是希望在谈判桌上能够拿到一点点有利的条件，这是乌克兰的想法。是美国什么想法？泽连斯基，你现在赶快跟我签条约，不要等到你投降了，我这个条约就没有用了。对，我美国就没办法获得这个利益，而且我的面子很难看。我宣布上任第1天就可以解决，现在要100天。如果欧洲再给他一点积雪温暖的话，乌克兰又要打下去。因为泽连斯基已经到现在破罐破摔，我不打的话，我搞不好五马分尸啊！我现在下台，我投降。普丁就说：“好嘛，你撑嘛，你们这把戏我都看在眼里，我跟你不啰嗦，我口头上答应30天停火。你知道英文里面只要前面讲东，后面只要一个 but， 后面就全部变了。他就说还有细节，是他的意思是什么？我整顿我的兵力。这库尔兹用飞机炸。兵力干什么？要不然向北打科尔和哈尔科夫，要不然就直接打你基辅。是，要不然就打南面的奥德萨，是让你们完全变成一个内陆国，这才是俄罗斯最大的利益。你以为普丁没有这个野心吗？所以30天 ，but 后面就来了，所以这个仗各位不可能那么停，起码要好几个月。起码要好几个月哈。可是问题是呢，现在前线正在谈得火热，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解析？先进广告。我们讲说，连菲律宾都出现了以美论，因为大家都担心变乌克兰。乌克兰前线现在真的不是很妙，请教大钟老师。对，我觉得刚刚我们谈了好多这个川普，我想到一句话啦，川普字典里应该没有吃亏就是占便宜这句话，就是所有就是锱铢必较，吃亏就是吃亏啦。对，而且刚刚讲说在关税敲打全世界，哈，我觉得就是亲兄弟明算账，那重点是算完账之后还算不算是兄弟呢？现在看起来就有很多的一些疑问。那乌克兰这议题上，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大家还有印象吗？3月14号的时候，川普在社群媒体写说，有几千名乌军现在很危险，被困在库斯克地区里面，他希望他们都能够保全，他意思大概是如此。那这个谈话就被这个普亭在国家安全会议里面利用，他讲法是说没问题。但是你们要先投降，投降之后呢，会给你比较尊严人道的对待。其实他这句话是顺着川普讲的，因为根据我们知道库斯克目前乌军是击破的，对，是危险的。但是根据 ISW， 我刚刚特别看了一下，最近的一份报告里面显示说，乌军是苦战，在库斯克地区是很危急，但是还不到之前川普在几天前所讲的。有可能完全被歼灭的状况，但重点是这是川普自己说的，所以普亭就是顺着他的话，然后再给乌克兰在这个宣传上有一个重重的一击。因为目前来说我觉得重点就是对川普而言，因为他之前话讲的比较满，对，但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艺术，就是你不能给乌克兰太多的支持。他就不会想要和平，但是如果让他太惨的话，可能也不行，因为俄罗斯变成说我乘胜追击啊，那是不是大好的时机？乌克兰情报没有了，军援被断了，那我
那我也不会有上谈判桌的意愿，所以要刚刚好。刚刚好看起来很简单，可对川普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的艰困。所以目前来说，我觉得我也相信大概没那么快，但整体的形势跟去年比是往和的方向前进了。第一步要停火。